俗話說得好，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。總長度超過1000公里的四國遍路，是一場關於身心極限的長途跋涉。而懂得在最適當的時刻，勇敢地按下暫停鍵，將時間大方地留給沿途的風景，更是修行者必須具備的智慧與餘裕。今天，我們決定暫緩參拜林場的急促腳步，在前往愛媛縣第一大城松山市的途中，在伊予大洲與內子町中途下車。第一站，我們來到了被譽為伊予小京都的大洲市。這座古老的城市被靜謐的宮川溫柔地環繞着，街道處處散發着江戶城下町的古典與昭和時代的懷舊氣息。而在這座城市的視覺與精神中心，毫無疑問是那座矗立於高處、高聳雄偉的大洲城。大洲城是一個傲視全日本的木造重建奇蹟。原本的木造天守閣在明治時代因為老舊而慘遭拆除，但當地居民憑着對家鄉歷史的偏執與執着，硬是翻箱倒櫃，找出了江戶時代流傳下來的珍貴木造模型以及詳細的古老工法圖紙。在2004年，當地的頂尖匠人們堅持以最傳統的江戶木造工法，全程採用不使用任何一根鐵釘的榫卯結構，並完全使用日本產的頂級木材，耗費巨資，完美復原了這座高達4層4階的宏偉天守閣。造訪當日，老天給了我們最完美的厚愛，正值櫻花滿開的絕美時刻。白牆灰瓦的純木造天守閣，在粉嫩花海的層層環繞與簇擁下，顯得格外的壯麗與剛毅。當微風拂過，片片櫻花如雪般靜靜飄落在充滿濃郁木頭香氣的古城周圍，那一刻的景象，美得清麗而純粹。看着漫天飛舞的花瓣，恍惚間，仿佛100年前的大洲藩主也曾在同一個位置看過一模一樣的春日風景。然而在旅行中，味蕾的尋訪總是充滿了不可預期的變數與遺憾。來到大洲，我們原本心心念念着要去朝聖那間入選米其林指南推薦的100年名店油屋，期待品嘗那傳說中讓無數饕客落淚的栗子豬肉蓋飯。無奈命運在今天跟我們開了一個小玩笑。當我們興沖沖地走到門口時，竟然同時遭遇了本店與分店的每周公休日與臨時包場，只能在門口抱憾擦身而過。在街頭盲目尋覓備案的過程中，我們在街角的轉彎處，意外遇見了一間由140年歷史老文具店改建而成的空間 Cafe & 百物飲。推開厚重的木門，仿佛走進了時光的夾縫。室內空間完整保留了昔日明治商鋪的格局，那一整面成排的深色木作抽屜與古董陳列櫃，散發出一種宛如老藥鋪般的復古氛圍。這場意外的相遇，讓我們深刻領略到大洲的魅力。它從不擺架子，而是將美好悄悄藏匿在這些隨處可見的街角日常中。午後，我們轉往距離大洲不遠的內子町。如果說剛剛的大洲是屬於武士與藩主的嚴肅城下町，那麼內子則是屬於豪商與職人的黃金歲月。內子町在江戶時代後期至明治時代，因為盛產用於制作和蠟燭的高品質木蠟與頂級和紙而繁榮至極。當時內子外銷的木蠟甚至遠渡重洋，遠銷海外，為這座深山小鎮帶來了驚人的巨大財富。而這份當年的富庶，至今依然毫無保留地展現在眼前的八日市護國地區老街上。走進這條長約600公尺的歷史保護老街，時光仿佛被按下了凍結鍵。街道兩側保存了極為完好的傳統町屋與豪商宅邸。漫步在白牆灰瓦與土壁之間，這裡完全沒有大城市的急促節奏，也沒有過度商業化的喧囂叫賣。這座小鎮濃郁的懷舊氛圍，有着一種魔力，是能讓連日奔波的旅人徹底安靜下來，感受時光緩緩流轉的理想之地。隨着夕陽西下，我們搭車抵達了愛媛縣的第一大城，也是四國最大的城市松山市。從寧靜的江戶古鎮回到繁華的現代都市，我們決定用一頓具有深厚歷史底蘊的晚餐，來為今天的時光之旅畫上句點。我們選擇了創業於400年的在地傳奇老店武志喜。這家店自江戶時代寬永12年，也就是1635年便開始營業，是松山最具代表性的鄉土料理天花板。端上桌的是如同精緻藝術品般的五色素麵，這粉、綠、黃、褐、白5種繽紛的顏色，可不是現代的人工色素，而是古人在數百年前運用梅子、抹茶、雞蛋、蕎麥與精白麵粉交織而成的純天然色彩，搭配松山著名的鮮甜鯛魚料理，魚肉的甘美與素麵的清雅相得益彰。這份鮮美
瞬間喚起了我們幾天前在與河島寶雞町品嘗鯛魚素麵的記憶。從今晚起，我們將在松山市區連住3晚，將這裡作為我們接下來前進愛媛各番所的基地營。如果你也喜歡跟着我們一起在4國的時光中漫步，請記得訂閱頻道、按讚分享。我是阿舍，今晚我們在松山說晚安，我們明天變路道上見。